真三国无双这款游戏在吕布登场前的部分，不管是剧情还是战斗体验，都算得上相当有新鲜感，甚至可以达到8分。但在我们打完吕布之后，整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，剧情开始明显变得灌水敷衍，内容也有点赶工，让人越玩越没劲。先说一下真三国无双起源剧情改编上的亮点，这一作的主角叫子鸾，设定是太平之钥的继承人。这个设定其实拓展了中国古代的一些传说元素。比如说刘邦斩白蛇、韩信得奇书，甚至是传说中给张角天书的那位仙人，这些元素都被巧妙地融入到了太平之钥的故事线里面，让剧情既有传奇色彩又不失新意。在角色塑造上也有不少变化，比如说张角以前呢更多是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形象，有点阶级局限性、空有野心的短视人物，但在这部作品中他被塑造成了一个有血有肉、体恤百姓的反抗英雄。当然，这种转变也延续到了其他的三国的改编作品中，使得张角这个角色更有深度。游戏一开始，玩家就会与关羽、张角相遇。在剧情里面张角虽然是大贤良师，但随着黄巾军的壮大，队伍开始失控，甚至开始欺压百姓。这里有一个值得讨论的点，剧情里面似乎把张角个人的失误，或者说农民阶级的局限性，完全归结于他所带领的民众，让他看起来像个被裹挟的英雄。这种叙事方式有点像好事归英雄，坏事不战胜的味道，类似于日本文化中对天皇的刻画。好事是天皇英明，坏事是身边人背锅。这种维护统治阶级的叙事逻辑，其实在很多国家作品中都能看到，算是一种值得玩味的文化现象。另一个明显的特点是，游戏里加入了不少的现代元素，尤其是人物关系的描写。主角子鸾和各个武将，不论男女之间，都有很多暧昧的对话，甚至有些台词让人浮想联翩，算是迎合了当下性别与关系这种开放的讨论潮流。剧情改编上也有一些魔改的桥段，比如说王朗利用貂蝉去迷惑吕布的情节被直接安到了主角身上。希望在选择投靠谁时会询问主角，如果玩家选择建议刘备，他会拒绝；但如果玩家选择曹操，他却说这是天意。这种明明无视玩家选择又强行贴合历史的别扭点，让玩家有点出戏。英雄角色的处理也有类似的问题比如说貂蝉，玩家早期救了他，一起逛街培养感情，但最后他还是回到了董卓和吕布之间的周旋中，并在董卓死后消失了。黄月英也是，前期和主角互动频繁，气氛暧昧，但之后再出现时他已然成了诸葛亮的妻子。虽然这些符合史实，但这种强行回归主线的安排，让玩家前期的投入显得有点多余。游戏的战斗方面同样是高开低走的，游戏在前期的体验是循序渐进的。由于是在打吕布之前，挑战性和战斗深度都逐步提升，吕布之战设计的同样精彩，哪怕在1周目的最高难度下，玩家也能跟他打得有来有回。吕布有2个阶段，一阶段会切换不同的技能状态，2阶段会更频繁的切换技能状态。吕布的一些技能玩家必须闪避，战斗节奏在2阶段更加快，这里有些无脑。这场战斗的关键点就是在于利用队友。如果你能及时用药保住队友，让他们帮你磨掉吕布第1阶段的血量，第2阶段就会轻松很多。但问题是打完吕布之后，整个游戏的体验就开始滑坡了。一方面是剧情推进变得很仓促，即使整个剧情仅仅到赤壁之战就结束了；另一方面是任务设计重复度非常高，刷材料打武器变得非常枯燥。更让人头疼的是后期关卡的设计，比如后期的赤壁之战，玩家要同时保护刘备、孙权、周瑜、诸葛亮，但他们分布在不同的战场，而且敌人数量众多，玩家即使拿到现阶段最好的武器，攻击力却不够看。所以在前期的赤壁之战中，玩家经常是跑前跑后救火，结果主将依然是莫名其妙挂了，即使加血也往往救不回来，非常影响体验。还有一些关卡设计也显得非常偷懒，比如说游戏中有破解8门金锁阵的内容，虽然玩家能够利用特殊能力看破阵法的路线，但进去之后还是老一套，跟守将进行单挑。而在原著中，破阵是靠的调兵遣将打破敌方的阵型，但游戏里没有带兵系统，只能靠个人能力硬闯，并不能完全还原破解8门金锁阵的乐趣。游戏的武器系统是本作的亮点之一，丰富有特色，但后期重复感依然很强。每种武器都有独特的操作手感和连招体系，比如长剑攻守兼备，破防效果好，属于最平衡的一把武器。长枪攻击范围广，适合挑飞和群体攻击。圆环可空中攻击，能够躲地面技能，灵动性强。全套偏重防反，操作上限高，但爽快感不足。棍棒轻盈，铁骑锐利。总体来讲，这2款武器攻击速度快，手感适中，打击感不错。青龙刀、蛇矛和坡刀范围大，霸体强，亲民效率高，而且有蓄力技能，但操作起来是有点后发先至的，不如其他武器直接爽快。
此外，游戏中还有天赋系统、坐骑培养、武器升级等 RPG 的元素，整体养成维度还算丰富。不过到后期任务重复度高，刷装备过程显得枯燥，降低了持续游玩和升级的动力。接下来重点说一下游戏中的文化表达，是现代视角与碎片化时代的碰撞。真三国无双起源在叙事上融入了很多的现代思维，比如说刘备路线强调仁义和民心，甚至诸葛亮与刘备的隆中对也弱化了战略分析，更突出人定胜天的治理理念。这种处理让现代玩家更容易代入，但同时也会引发一些争议。更值得让我深思的是，游戏这种解构主义与抽象化的叙事方式，其实非常契合我们当下的碎片化传播环境，就像是短视频平台一样。游戏也把宏大的三国历史结构成了一段段英雄暧昧、瞬间共鸣和视觉奇观的集合。这种做法的好处是体验直接、情绪拉满，但危险在于它同样会消解历史本身的严肃性和连贯性。我们常常看到，在一个值得讨论的评论区下面，一个抖机灵的抽象梗就能把话题带偏，获得大量共鸣。大家沉浸在情绪的碎片里，却忽略了内容本身的意义和进一步的讨论。这款游戏里穿插的耽美元素、现代台词，某种程度上也是这种逻辑，用能够快速引发情绪共鸣的梗或元素来替代对历史深度的挖掘。这种改编对于熟悉三国历史的玩家来讲，可能只是图一乐，但通过游戏来拓展自己的历史的年轻玩家，这种碎片化、情绪化的叙事很容易形成片面甚至扭曲的历史观。当然，哪怕不是游戏，就像是百家讲坛中易中天对于曹操是可爱的奸雄这样的评价，无视他二屠徐州这样残酷的历史事实，让我们沉浸在曹操可爱、吕布好帅、CP 好磕的瞬间共鸣时，那段历史中关于权力、民生和战争残酷的沉重内核就可能被无声无息地消解掉了。说回游戏本身，这种改变思路也体现在价值观的传递上。在游戏中，玩家可以选择3个阵营进行效命，如果你选择曹操阵营，你会发现他的角色形象更接近霸道强权。而游戏中批判和反思这种倾向的力度是不够的。让人值得警惕的是，游戏中隐约传递的血统论和英雄史观，这与许多的日本动漫一脉相承，比如迷宫3大漫、火影、死神、海贼王。这其实是在用一种文化软包装来传递特定的立场。作为玩家，我们需要保持清醒，不能因为游戏好玩就全盘接受其中的文化逻辑。总的来说，《真三国无双起源》是一款优缺点都明显的游戏，前期内容饱满，战斗有挑战性，武器系统也很有深度，可以给到8分。但吕布之后的剧情仓促，任务重复，关卡设计开始偷懒，拉低了整体体验。总体来讲，7.5分是一个合理的分数。如果你喜欢三国题材，能接受现代化改编，那么前中期的体验还是相当过瘾的。但如果你对历史还原度要求较高，或不喜欢魔改剧情，那建议谨慎入手。毕竟游戏只是游戏，好玩固然重要，但背后的历史观和价值观也同样值得我们去思考和辨别。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欢迎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